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電台。景川，你有沒有發現，每年到了農曆7月初，我們的城市好像都很容易下雨。老人們說這是七夕雨，是天上兩個人見面時流下的眼淚。是啊，我也注意到了。這2天在之下的朋友圈還有很多聽眾的留言裡，大家都說去吃紅豆湯了。現在的餐廳、咖啡廳都在放浪漫的情歌。現在的七夕讓人覺得就像第2個情人節一樣。對啊，我們都覺得七夕就是東方的情人節。但是在準備今晚節目的時候，景川跟我說了一句話，讓我非常驚訝。他說：之夏，你知道嗎？在中國古代，七夕這一天，男生幾乎是沒有什麼角色的。我是認真的，相信很多聽眾聽到這裡也會和之夏一樣覺得奇怪。如果七夕的故事是牛郎和織女，一男一女的故事，那為什麼幾千年來男生在這個節日裡只是客人呢？所以今晚請大家和之夏、景川一起喝杯熱茶，坐在窗前聽着雨聲，我們一起回到過去，來看看在這個節日變成情人節以前，古代的女孩們是怎麼自信、快樂地過這一天的。在說古代女孩的故事以前，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先聊聊牛郎和織女。其實，小時候每次聽這個故事，我都覺得很難過。一年有365天，為什麼老祖宗要讓2個相愛的人一年只能在鵲橋上見1次面？景川，你不覺得這樣太讓人傷心了嗎？如果用現代人的習慣去看，確實很傷心。但是之下，古代東方人對愛和美的想法不一樣。他們覺得等待和耐心是一種非常深的美。現代人談戀愛，希望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一起。但是牛郎織女代表的是真心和堅持。距離沒有讓他們的感情變少，相反，364天的等待，讓鵲橋上的那1次見面，比每天普通的待在一起更珍貴，更重要。意思是，只要2顆心真的互相關心，等待就不是痛苦，而是一個安靜的約定。冰冷的銀河上，無數的小鳥飛來，搭成了一座橋，就像只要我們的心足夠真，全世界都會來幫我們一樣。沒錯，而且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，古代人在七夕晚上看天上銀河的時候，他們對牛郎只是有1分佩服，但對那個女孩，也就是織女，有9分的佩服。9分佩服織女，難道只是因為她是天上的仙女嗎？不只是因為這個，在故事裡，織女能織出天上5顏6色的雲，它代表着最厲害的手藝、最聰明的頭腦，還有創造美好的能力。所以，在中國漢朝、唐朝一直到清朝，農曆7月初7不叫情人節，而叫做乞巧節。乞就是向神請求、希望，巧就是手巧、聰明。這其實是古代年輕女孩們自己的獨立快樂日。哇，幾千年前的 Girls' Day。那在古代的七夕晚上，如果男生沒有角色，女孩們都會做什麼呢？他們會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聚在院子裡，看着天上的月亮。他們會一起做很浪漫的事，希望織女能讓自己的手變巧，人越來越聰明。有一個很好玩的習慣，叫喜珠应巧。下午的時候，女孩們會去抓一隻小小的蜘蛛，關在自己漂亮的盒子裡面。等一下，聽到蜘蛛，我也覺得有點害怕了。為什麼要把蜘蛛關在盒子裡啊？別怕，
是非常小、不咬人的小蜘蛛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女孩們会很期待地打開盒子。如果小蜘蛛在夜裡織的網很厚、很圓、很漂亮，就說明它成功了。意思是這一年它会手很大巧，遇到很多幸運的事。聽你這麼說，我好像能想到女孩們在早上陽光下打開盒子的樣子。有人高興地跳起來，有人覺得可惜，真的又神秘又浪漫。而且景川，我看到了很大的自信和驕傲。古代女孩很看重自己內心的價值，手巧、聰明就是她們的鎧甲。就像我們上一期電台說的那個詞，這才是她們最驕傲的地方，而不是只靠男生的愛情生活。对，古代的七夕是女朋友們一起笑着聊天，吃特別的小蛋糕，在月光下穿針的夜晚。那是一個她們為自己的夢想和成長而快樂的夜晚。景川，你覺得現在的人為什麼越來越喜歡在七夕給對方轉賬，發520、1314這些數字？是不是因為這樣最簡單、最方便？我們生活在一個太快的時代裡，每個人工作都太累了，別說好好談戀愛，就是安靜下來，有耐心地聽喜歡的人哭一下，抱怨一下，有時候都覺得好累。所以我們用錢，用昂貴的禮物來彌補我們沒有照顧到的感情。我們特別想要愛情，但是又特別害怕拿出我們的耐心。因為耐心需要我們去接受對方無聊、不順利，甚至不太好脾氣的樣子。但現代人已經太習慣快和效率了。但之夏，你知道嗎？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宋朝有一句寫七夕的詩能留下1000年。那句詩是：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。只要真的相愛的人見一次面，就比人世間無數次普通平淡的見面都要珍貴。是的，真正的愛情從來不是看2個人坐在一起多少個小時，也不是看轉賬發了多少錢，而是看2顆心有多麼互相理解。一個願意為你等待的人，一個真的能懂你心裡故事的瞬間，比每天待在一起卻互不關心要好10000倍。七夕教會我們的，正是現在年輕人在愛情裡最缺少的。你要有勇氣去等待那個真正值得的人。這個回答對今天心裡感到孤單或者迷茫的人來說，真的太溫暖了。不管你現在正在談戀愛，還是住在不同的城市，請好好珍惜你們在一起的每一個快樂瞬間。如果你現在是單身，別忘了這個節日的原本樣子——乞巧節。請把今天留給自己，好好照顧自己，多看書，讓自己的心變得更豐富。當你能給自己織出美麗的彩雲時，你就是自己世界裡最亮的那顆星。窗外的雨好像已經停了，希望今晚景川和之夏的陪伴能給大家帶來一個新穎又溫柔的七夕。在說再見以前，之夏和景川想給各位聽眾留一個小問題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和我們聊聊。在現在的快節奏生活裡，你覺得什麼才是最好的鵲橋，能讓2顆心一直勇敢地走下去呢？謝謝大家的收聽，祝大家不管今天手裡有沒有那一碗紅豆湯，都希望你們能永遠擁有一顆溫柔的心，足夠的勇氣，也能看到生活中最美的風景。祝大家七夕快樂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晚安。晚安。